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遭平台圈前粉丝愤怒，主演无奈赴山海。哎呀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最近有没有被一部剧给搞得稀里糊涂的？我说的是那部叫《赴山海》的戏。这剧啊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折腾到现在，简直是把大家伙都给整懵了。你说说，一部本来瞧着挺有盼头的戏，怎么就一步步走到现在这地步了呢？咱们今天就来好好唠唠这事儿，看看这赴山海到底是怎么从大伙眼里的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的。先说说这赴山海的底子，它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戏，那可是 S 加级别的大制作，说白了就是投资大，请的演员味儿也大。主演是程毅，这小伙子演的《莲花楼》那会儿，人气可是蹭蹭的往上涨，把不少人都给迷住了。所以他一接这个赴山海，粉丝们那叫一个高兴啊，简直是把这剧当成了宝贝疙瘩，恨不得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粉丝们为了给程毅这新剧造势，那真是下了血本了。听说全国60多个城市，大屏幕、电梯广告，到处都能看到赴山海的宣传。这钱哗啦啦的往外流，就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戏，支持自家偶像。那时候啊，赴山海在网上的预约量也是蹭蹭的往上涨，大家伙都觉得这戏八成能跟莲花楼一样再创辉煌，甚至更上一层楼。毕竟这阵容、这投资，怎么看都像是要火的节奏。可谁知道呢？这剧组啊，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竟干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。戏刚开机那会儿，本来有个叫黄俊杰的演员，结果粉丝们一查，哎呦喂，这人好像有些不光彩的过去，立马就炸锅了，强烈要求剧组把人换掉。结果呢，剧组还真就把人给换了。这事儿吧，当时就让不少人觉得剧组有点奇葩，怎么就不能提前把演员背景查清楚呢？这还没完呢，后来又听说，本来定好的女2号，一个叫黄日莹的，在拍戏的时候脸给弄伤了，结果剧组就把人家给踹了。然后呢，又来了一个叫李凯欣的，听说这姑娘背景不一般，是带资进组的，就是自己掏钱或者有金主砸钱让她进来演戏的。而且啊，这李凯欣进了组之后，戏份还特别多，甚至比女主角娜扎的戏份都多。这事儿一出来，大伙就更懵了，这剧组到底想干啥？这不是瞎折腾吗？谁能想到呢？这个看起来资源雄厚的李凯欣，竟然是个定时炸弹。有一天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段他的录音，把赴山海这剧直接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具体的录音内容咱老百姓也搞不清楚，但从后来剧组的反应来看，那内容肯定不简单，要不然剧组也不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录音一出来，剧组那叫一个慌啊，赶紧把李凯欣的镜头能删的都删了，名字也给抹了，就想把这个人给隐形了。可这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这消息早就转得满天飞了，连官方媒体都出来点名批评了。这下好了，事情闹大了，这赴山海可就真的赴火海了。你说这李凯欣是真不懂事儿呢，还是别有目的呢？咱也说不清，但他这一闹腾，可真把这剧给害惨了。本来啊，剧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粉丝们心里虽然不舒服，但也都能理解。毕竟谁家还没个倒霉的时候呢？大伙都想着，只要这剧能顺利播出来，哪怕晚点，等多久都行。可谁知道，平台又出来添堵了。你们还记得前段时间的618购物节吗？平台为了吸引大家，就放出了一批即将播出的剧集名单，结果赴山海赫然在列。这可把粉丝们给高兴坏了，以为这剧终于要熬出头了，
马上就能跟大伙见面了。那股激动劲儿啊，简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很多人为了支持这剧，为了支持诚意，那是毫不犹豫的充会员、买周边，就等着看剧了。没过多久，平台又放出了一个6月份的片单，说这个月要播的剧都在这儿了。大伙一看，傻眼了，这片单里根本就没有富山海的影子，这不是耍人玩吗？前脚刚让人家花钱充值，后脚就告诉人家白高兴一场，这不就是明着圈钱吗？这下好了，富山海又一次上了热搜。不过这次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而是因为平台这波神操作把粉丝们给彻底惹毛了。大家伙纷纷要求平台退钱，各种维权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你说说，这事儿办的多伤人心啊！现在这富山海的命运啊，真是悬而未决。有说要换人补拍的，有说要用人工智能把李凯欣的脸给换掉的。不管是哪种方法，那都得花大钱，费大功夫，而且还得等好长时间。眼看着暑假就快到了，别的剧都紧锣密鼓的准备上映了，可这富山海呢，连个定档的消息都没有。粉丝们去问客服，得到的答复更是让人心凉半截，近期不会排版富山海。这不就是说，本来计划在第2季度播出的，现在彻底没戏了吗？从一开始的万众期待、爆款预定，到现在的前途未卜、一地鸡毛，富山海这出戏简直就是娱乐圈里活生生的反面教材。要我说啊，这事儿到底怪谁呢？首先，剧组肯定有责任，他们选演员的时候就不仔细，管理上也一塌糊涂，出了事儿处理的也不及时，导致事情越闹越大。尤其是李凯欣这事儿，本来可以早点处理好的，结果拖拖拉拉，最后把整个剧都给拖垮了。其次，李凯欣本人也脱不了干系，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那段录音就像一颗炸弹，直接把这剧给炸得稀巴烂。他可真是把剧组和所有人的心血都给毁了。再来，平台也别想撇清关系，明知道这剧有问题，还在那儿搞什么即将播出的噱头，诱导粉丝们花钱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圈钱吗？这种做法简直是把粉丝们的信任踩在脚下，以后谁还敢相信你呢？最后，粉丝们呢，虽然为了偶像付出了很多，但有时候也得冷静一点。支持偶像没错，但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，别被别人当枪使了。话说回来，虽然这富山海现在是一团糟，但不得不说，他这波反向营销的效果，那可是杠杠的。你想啊，多少剧花大价钱宣传，可能都没达到现在富山海这种家喻户晓的程度。现在不管是谁，都知道有部叫富山海的剧，知道有个叫程毅的演员，也知道那个把剧给搅黄了的李凯欣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这事儿也算是歪打正着了。毕竟知名度是有了，就看剧组和平台后面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了。要是能顺利播出来，靠着这波热度，说不定还能咸鱼翻身呢。可要是这事儿一直拖下去，甚至最后播不了了，那这波反向营销可就真成了自毁前程了。富山海这出闹剧啊，也给咱们提了个醒，干什么事儿都得讲规矩，守底线。演员也好，剧组也好，都得有点职业道德。平台呢，不能光想着赚钱，把用户的信任都给透支了。粉丝们追星也要理智，别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最关键的，一部好作品，最终还是得靠内容说话。再怎么宣传，再怎么炒作，如果剧本身不好，或者出了这种幺蛾子，那最终也得凉凉。这富山海的事儿还在继续，咱也不知道他最后会怎么样。